郑小姐，你爸爸的保险金已经有了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那这么晚了，现在业主决定不卖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让我跟他们说。他们想加价，宁愿赔定金也不卖。他们把定金退给你。 我的名字叫郑丽娥，是楼市发展中的一个牺牲品。1981年，我出生在一个狭小的唐楼里。最疼爱我的外公，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海员。外公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看海，所以我立志长大以后要替外公买一套海景房。1991年这年，我10岁。香港的楼市大涨，黑心的开发商为了将我们赶走，不择手段。他们会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把门锁起来，然后丢水蛇来吓唬人。终于在官商勾结下，他们付出了一点补偿金。 就把我们从房子里赶走，这点补偿金只够我们一家租一套比原来还小的房子，而我们原来的房子被开发商改建成了维多利亚1号海景房。1999年，眼看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年满18岁的我打算辍学上班来补贴家用，时不时的我也会带弟弟到维多利亚1号来看房，这也成了我努力赚钱的动力。白天我在银行做电话销售，下班以后我又来到商场做兼职导购。小时候的玩伴小杜也成了我的男朋友。 我并不在乎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，但我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抠门。你家中过夜，那男的没付钱啊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身边的亲人也逐渐的离我而去。是我不争气，我以前答应过你买个新房子让你住，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做到，对不起。 收东西了吗？母亲去世以后，父亲也查出了肺病，我立刻找到保险公司想要报销，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却告诉我05年，你为他追加购买医疗保险的时候，没有为他申报这个病例啊，你可以看看那张保单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找男朋友小杜帮忙。我想跟你借点钱。什么？我爸爸的病要做手术，保险又不负责，连住院费加起来要12万。我不是不想借给你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拿出来给你，他一定会问我的。你就跟你老婆说借给大强不就行了吗？他怎么会信我借10万给大强呢？经过这一次事情后，我终于认清了小杜的真面目。现在，就父亲和副首富2个选择摆在我面前，难以抉择。可就在我为父亲准备呼吸机的时候，还是选择了副首付。起初我的心中还有些愧疚，但我很快就拿到了保险公司给父亲的补偿款。好了，现在我终于可以付首付了，于是我赶紧联系房产中介通知业主。可就在我要去签合同的时候，业主突然变卦，要求加价50%，这也击溃了我最后的心理防线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了很多，最终我终于想到了让房子降价的好办法。这天晚上，我偷偷的溜进了保安室，趁保安睡着的时候偷袭了保安。眼看保安断了气，我就把保安室监控录像的硬盘取走。现在没有了监控，我开始实施我的计划。我先是冲进邻居家的房门，干掉了他的保姆。就在我要对怀孕女户主下手的时候，小杜突然打来了电话。喂，干什么呢？妈呀！我在做事呢。刚才忘了跟你说，上来的时候就给我买2个呼吸机，那挺贵的，你要偷偷带进来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顺便多买2包香烟啊。是啊，顺便多买2包烟上来。得了啊。喝的啊。好。打完电话以后，我就把塑料袋套在了女户主的头上，用吸尘器吸光了里面的空气。就在我欣赏夜景的时候，男户主西门突然回来了。老婆，老婆！我趁他抢救妻子的时候，用高尔夫球杆给他爆了头。就在我要洗掉身上的血迹时，楼上突然传来了开派对的声音。我不想以后有这么吵的邻居，于是就选了一把菜刀，顺便把他们一起解决。我来到门口蹲守一个黄毛，一开门我就一刀扎进了他的腰子。他的同伴见状，急忙向我求饶。我买货，你认错人了。可对方毕竟是个男人，他的力量要比我大，一个不小心差点将我反杀。我找准时机攻击了他的弱点，趁他吃痛的时候，一刀割断了他的喉咙。然后我又来到厕所，将他的女朋友一起干掉。由于音乐的声音太大，屋里的一男一女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。我偷偷来到屋内，一刀扎进了男人的腰子。女人见状，急忙躲进了床底。我怎么可能放过他？于是就开始展开了追杀。可这床板的质量实在太差，
直接一下被我踩破。女人趁机向我发起了反击，用木板扎进了我的小腿。我忍着腿上的剧痛，将女人反杀。解救完他们以后，我急忙开始包扎我脚上的伤口。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了敲门声，原来是收到了邻居的投诉，2个警察过来查房。我见躲不过去了，只好开门装病。小姐，干嘛这么久开门？对不起，我在睡觉，听不到你们敲门。我们接了投诉，说这里声音太吵，我们要调查。我不记得关唱机睡觉。这么吵也能睡？我吃了感冒药。不睡着。你脸怎么了？可是2个警察警惕性非常高，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屋内的不同寻常。由于2个警察过于紧张，他们开枪时误杀了自己人。虽然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天，但是我的计划非常成功。我要买的单位成了远近闻名的凶宅。11尸12命匿名惨案，11尸12命啊！双方呢都应该拿点诚意出来，要不如坦白的说，我们谈了那么久。是。曾先生、曾太太人又那么好，如果我真的没诚意，也不会继续跟你们谈下去了。我明白。那郑小姐认为要减多少？那不如这样，如果你问我呢，我认为没390万的话，真的就很难谈下去了。就这样，我终于完成了小时候的愿望。可是我刚刚搬进来，金融危机就爆发了。此案危机可能引发新代危机，引致美国以及全球金融及地产业出现大衰退。展望08年的投资环境将会相当困难。相信在这个环境下，市场情绪短期仍然波动，不排除会再度转弱。